单链。跟你们讲一下那个凤凰漩涡。前几天在网络上面看到啊，有人提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说他假设一个情况 ，Hello， 来，你们两个在我左右，你在我前面。他假设的情况就是他被3个人包围，他被3个人包围，然后他里面的处理方式，当然也可能是开玩笑，可能是什么？他的处理方式是什么？就是这边一拳，这边一拐打了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那个人上来了，这2个人痛一下又起来了，就3个人一起来打他，然后他就是抱头蹲下来，然后那个人问传武对这个状况有什么处理办法？然后底下我稍微看了一下哈。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陷入到了竞技体育、竞技武术的这种比赛式的武术的那个思维里去了，在那个思维里面的反应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对实际状况没有用啊。你打别人痛，他起来又打你；你把别人摔，他起来又打你；你把别人推出去，他回来又打你。他们的思维是这样子的思维。真正武术的思维是什么？就是人家包围你，我们刚才练的凤凰漩涡。凤凰漩涡是做什么用的？当然1对1有1对1的用法，可是它绕那个圈啊是干什么的？它绕那个圈就是你的周围有很多人，绕那个圈就是把这个手是从眼睛过，手伸开，手指从眼睛划过，能划过就划过，不能划过，这个人眼睛受害，他也会往回退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这个划过能划过的，他一下眼糊了，这上去就一脚阴，就是一脚阴。我曾经讲过嘛，没有用的地方不要打，没有用的地方不要打。人家已经3个人围你了，你还去打别人的肚子，你不是找死吗？听不懂？你要反击就要反击有用的，人家打一下他就起不来的，这种的思维才对。你说犯规，这就是那个思维嘛，听不懂？所以凤凰漩涡，如果人比较多，人圈子大，你身上有包包，身上有穿着外套脱下来拿着。或者身上有一个袋子或什么，就拿起来，啪一绕，跳起来一绕一个圈，高度就在哪？就在眼睛，就在眼睛。打斗，真正打斗的诀窍是什么？上手先封眼，这是诀窍，这是百年不换的。你看现在打仗不也是吗？先把雷达什么打掉啊？雷达是什么？雷达是眼睛啊。作战从来都是这个样子，先把你眼睛先打掉嘛，是不是？好像有一个长拳的套路，他还有一个招式是蹲下去抓沙子，然后丢敌人的眼睛。你蹲下你就起不来了。你除非你是已经在地上了，或者你装孬，你装孬蹲下去可以啊。那今天的地你想抓一把沙子还很难嘞，抓不到，没有沙子啊，路边也没有砖块啊，所以以前的很多方式在今天都没用。可是打人先封眼，这个是千古不灭的定律。
战争也是这个样子，私斗也是这个样子。可是当它变成比赛了以后，这个东西被禁止了。当它被禁止了，踢鹰也被禁止了。当它被禁止了以后，比赛可以打的是什么部位？就是我讲的嘛，不重要的部位，就是那些没有用的部位。你要有这种思维，传统武术一定是这个思维的啊。所以你就算是你不封两个人，我这转一个圈，我这边转一个圈，或者我什么，我只一个人，我一个人这个手在后面，一个人啪转一个圈，这样我比较明确，我能够划过他眼睛嘛。这个一个人，这个一个人，晓得吗？啊，往后一仰你就踢鹰嘛。你的攻击一定要让他起不来，人家人多，人家比你强壮，是不是？你要自保，所以你的反应，你绝对不可以去想那个我打他位移拳，我抓到他摔他一下，我把他推出去，这些都不要想的，这些都不能放在头脑去的。讲不懂？这都是害人的。现在太极拳那个发劲，他啪把你推出去，你这个来我把你推出去，这个来把你推出去，棒把你推出去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再上来啊，晓得吗？这都给防身自卫一个很错误的观念。我们就不要动手，因为我没有受到危害，我的生命没有受到危害，我们就不要动手。所以不要去争强好胜。比方说我比你厉害，我跟你打啊，我要证明什么？我跟你打，不是的，这个用是在保命的。你一旦要保命的时候，你就不能有那种观念了，不能有比赛的那样的观念了。那你比赛久了以后呢？你一出手，你看到的目标全都是这些，全都是这些不重要的地方。你要打别人眼睛不行，你的直觉反应就不行，这个犯规。所以它在你的动作的可能性之外了，你没有这个选项了。讲不懂？所以凤凰漩涡是干嘛的？凤凰漩涡就是这样用的。如果是单个人的话上来，凤凰漩涡也是啪，这个就往哪后脑啊，后脑不能打，那你不是完蛋了吗？讲不懂？所以生命受威胁了，或者我的家人或者什么生命受威胁了，保命第一。后面怎么样？后面的事情，听不懂？你不要去插眼睛啊！插眼睛那个重伤害啊！你就从眼睛划过去。划过去就好，踢鹰也不会死啊，那就痛得起不来啊。踢鹰跟踢膝哪一个效果会比较好？当然踢鹰啊，你踢膝你要把它踢折了才有效果。那有很多人他很壮，他腿很粗。你要把它踢折也不容易，在那一瞬间，所以要打什么？要打脆弱的地方，晓得吗？要打脆弱的地方，因为你在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在紧张的时候，你能发挥出来的速度跟力量，可能是平常的1/5、1/10吧，可能是这样的情况。
所以你不要想我一脚可以把他的膝盖踢断，你那个时候不一定有这样的力量，晓得吗？那你打别的地方，人家不一定怕那个痛，那个痛不一定能让他什么，能让他啊，不一定能让丧失欺负你的能力，不一定。尤其现在还不晓得他有没有嗑药所以现在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的。我们不造成别人重伤害，但是这些手段你要有，你不能用哦，晓得吗？你不能用哦，你跟同学玩要打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。要不懂？这个是凤凰漩涡，所以那个旋要快，那个旋手挥开，保持住这个水平，保持住这个水平，这个旋要快。这个东西啊，就这个你来，这个东西像这个手啊，我从他这边扫过去，从这边扫过去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。这个要练的，这个要练。你看，我从这边扫过去是这样子扫过去的，是这样子扫过来，这样扫过来。这个用什么练？嘿，很有趣。你家里有钢琴或者电子琴的话，人家弹钢琴的，他有一个哒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哒，他有这个东西，他们要练他们练不对，他那个会脱皮耶。上次我学钢琴教室，老师说这个很难啊，这个要练。我说很难吗？我一下就做出来了。奇怪，就是人家练不好，这个皮还会掉的。他们练这个，你那个东西练了，你这个就有力了。你这个顺序，所以它不是这样走的，它是这样走的，它是这样走的，它这样走的，1、2、3、4，它是这样过的。它像是盘龙水的这个，对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它是这样子去，它是这样子，它不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这个样子只有一根指头长嘛，是不是？你只有一根指头长啊。如果顺着它的时候呢，你碰到别人的眼睛只有它；如果顺着小指、顺着其他的时候，它又嫌长了，嫌多了，所以不是，是顺序这样子的一个顺序，让我懂？你是这样从这边每一根指头全都要到，每一根指头全都要到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从这边有那个指头的弧线。指头你看从短到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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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从短到长。这样子过来，这个要练手不能太硬，手不对，手不可以那样子，手是一个这样子的。所以筋不能撑吗？筋不能撑开吗？还是要撑？肩啊，筋就是手的那个手指。你放松。你放松，它是一个这个，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这个，它是你看每一根指头全都到，对，看不懂？对，这边就是比较长的食指、中指、对，无名指，它是一个这个东西，你不能变硬，你变硬了它就只有长的到。好，对了，懂你，看不懂？懂意思。看不懂？了解。所以这个当然凤凰漩涡有时候就你手上有拿东西的话比较好拿个包，用包啪一甩所以这是这个的事，所以要单练，就是你要练出来这个力量，练出来这个力量。那你不能说我用很大力，我手上还有一个包，
我练了，我甩了啊，我自己被这个力量带跑了，那不行嘛。所以怎么收？那你这个力量很大，力量甩出去，一沉，啪出，啊，好，有问题吗？你们练这个炮锤啊，学过的招式啊，可以轻松的走一走，招式不要忘。可是你练的时候呢，要把它分段练。我讲过，它每一个功是一小段，你不要管这一段的招式有多少。然后从起势到金鸡独立这一段比较长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段落。啊，它好像一个音乐的序曲一样。进入主题，比方你到坤宫只有这个，你就练这个。我今天或者这几天或者这个礼拜，我就练金鸡独立进到坤宫，我只练这一段。练熟了，练得得心应手了，我再下从坤宫到巽宫，这样子一小段一小段的练。晓得吗？那它是什么？它是每一个宫是一个部位，是一种力量。你就把这个宫的部位跟这个宫的力量去把它掌握住啊！所以你每次练不要贪多，那个整套的东西你就在你头脑里想都行啊，或者你平常就这样摸，头脑里想就是这样摸也可以，不要忘了就好。但你真正练要把它分段也不会很多嘛，这样不懂啊？这个要这样练。好，有问题吗？